川普来硬的也没招，来软的也没招。请问你那你要打什么？中美谈判不认为有这么的快谈妥，因为对美国来讲，它是完全没有杠杆跟筹码，唯一可以谈判是大豆，但是美国你要拿什么出来换？强大的中国会带来安定的东南亚，整个东盟今天能够发展到这里，依赖中国，所以在东协的峰会上面，中美之间它已经不再呈现一个博弈状态，它更多的呈现是我不是地主，在争我的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东盟时隔26年，首次新增一个成员东帝汶。东帝汶是一个很落后的小国家，因为它总体人口大概是140万。但是作为一个东盟的整体性，东南亚你少了东帝汶，总觉得你的代表性就是少块嘛。所以在2025年10月26号，由现任的东协轮值主席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就宣布东帝汶正式的加入了东盟。我想这一次在东协的峰会上应该是头等大事了，因为扩展、完整化。代表性，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帝加入东盟，相当于印尼跟东帝汶之间这种入侵者形象的结束，也相当于整个东南亚的一个区域内部的一种地缘冲突性全部都化消了。其实有了东协之后，东盟内部的互争是非常少的。上次泰国跟柬埔寨那个是特例，因为东盟作为在中国大陆、美国跟欧盟之外的第4大区域，而且已然有超越欧洲之势，整体性其实对东盟来讲很重要。那东盟的这个人口多，发展潜力强，土地又大，矿产也很丰富，他们没有小国林立的问题。另外东盟的传统上来说，他们的内部协调比较好，但是它缺乏超政府组织治理架构，所以它整体性来说，它还是一个紧密联盟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结果你可以看到东盟的整合跟治理上还是比较好，尤其以这次东帝汶加入，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相当积极的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来到了东盟峰会，就干了几件事情。第一，和马来西亚签订了贸易协定；第二，去现场督战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冲突的和平协议，他还亲自签了名；第三，和泰国和柬埔寨分别签订了矿产和相关的协议。最有意思的，他还见了巴西总统卢拉，现场卢拉是翘着2郎腿看着特朗普。川普亲自出席了东盟峰会嘛，其实川普还是冲着对付中国去的。最主要是现在眼见的10月31号 APEC 峰会马上要在韩国庆州举行，所以对于川普来讲，手上没牌，心里慌，剩一张台湾牌能打吗？敢打吗？能用吗？不知道。之前我讲过3牌理论，现在最大的底牌在北京，那台北现在乱打牌，但是乱打牌是北京不要，因为你这个牌要扣着才有用，所以乱牌在华盛顿。问题是华盛顿他现在没有底气所以他这来东盟其实我觉得是来找补，但看起来具体成效还好，太显。这次东协峰会，川普既然亲自去了。第二个，中国大陆会派谁去？过去都是总理嘛，那如果是国家主席亲自去，那是不是有更高的强度？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大陆其实完全按自己的节奏走。那为什么东协的峰会向来是由大陆的总理来参与？很直接的讲，东协调性不是强调政治性的定调，更加强调和解、团结、共荣的定调。其实，在东协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合作层级 RCEP。另外，今天 Lula 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东协是一个区域合作的典范之外，它是一个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很成功的典范。即便发生了柬埔寨跟泰国的强冲突，他们不会开会缺席，不会暂停参加峰会，不会迟滞整个议程的推进。这个是东协的特色。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快快乐乐开会，领导人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建立个人私交，而且宗教民主体制没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可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强的超国家组织，所以它是一个强化紧密型联盟，而不是一个类欧盟的邦联式联盟。反而这样的整合却吸引到了域外大国巴西来到这里来谈大量的合作。所以中美日争东协，它的逻辑是什么？所以中美日韩国甚至澳大利亚都在争取东盟，但是谁能争取得到？我就说一个数据，到现在为止，东盟中国彼此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明天的行程除了东盟和中国单独的峰会以外，要进行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 3.0 升级的一个签字仪式。这个是所有的与会国家唯一一个单独另了一个经贸相关的一个签字仪式的，这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虽然说你刚刚提到的是争取的一个逻辑，所以东盟地缘的影响力是
显著扩展嘛。现在你说争取更多是东盟才是有本位的，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日本过去针对东南亚的经略，它是大量输出，包括在缅甸有大量的投资等等的。可是日本，我认为它时代是真的过去，目前没有办法找到非常好的一个定位嘛。那面对东盟的时候，中国大陆是完全是量身定做的策略，总成起来之后，整个东盟它的中位就重了，它就更多的就倾向了中国大陆这个。那这也是现在美国总统想要回头来拉东盟，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大陆跟东盟之间的关系，它是长久而且同时多项式的并进，并且经营深化。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有经济兜底。讲得更直白一点，整个东盟今天能够发展到这里，依赖中国，那强大的中国会带来安定的东南亚。大家不要忘了，东南亚过去这个组织的本质是反共，那现在变成中国的发力单位，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没错，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和平协议，为什么是特朗普来摘这个果子，不是中国来去做这件事情？一休，你觉得为什么？中国大陆向来不干涉人家内政嘛，核心还是地缘政治问题，但不干涉人家内政也是一种诚信的表现。第二个，柬埔寨跟泰国本来就不想打下去。第三个，泰国卡的位置太好，整个中南半岛你要贯通，没有泰国你是做不到的。所以在中老铁路已经修建的当下，那怎么去有效的推进老泰铁路下一阶段的去进行？那这个地方中国大陆更不好说话了，毕竟在整个东南亚的大众的思考逻辑里面，美国还是相当有影响。这个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改变的。事实上 ，RCEP 3.0这一次也有做讨论，尤其李总理到了东协去，他其实就是要推进这件事，所以我才觉得大陆给东盟的定调一直非常的明确，他就是不希望东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冲突点。所以如果国家主席去，今天美国总统也在，这肯定是个强冲突现场嘛。所以我认为大陆的战略一直非常的清晰。我在东协，我只谈生意、和气生财，但是再扩大一点 ，APEC 这种，因为 APEC 它的经济效应已经不明显，它更多就变成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个作秀场，那我就有一把手来出席。我想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逻辑，而且东协现在已经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在东协的峰会上面，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它已经不再呈现一个博弈状，它更多的呈现是一个我不是地主，但这我的场，那你还能怎么样？中美的经贸磋商这一次是由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共同领衔双方的队伍进行谈判。我昨天见到了贝森特，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贝森特的表情是心事重重的，但是他依旧还不改他自己照相拿下巴看人的状态。所以这一次的整个的经贸谈判就是一次非常例行的谈判，并且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之后在韩国举行的 APEC 中美元首的会晤铺陈一些良好的舆论氛围。因此最新的一个消息，我们的外长王毅也和卢比奥通了电话了。写出来的这些文案最主要的说了一句话，双方谈判要为初步达成的共识去各自国内进行例行性的行政审批，这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表态，所以他依然还会再继续谈下去。中美谈判，大陆的东南亚跟东北亚它的期待性是不同，东北亚对大陆来说它有更强的一个区域安全的基地需求，可是随着整个大陆的军武的能量的发展，它的区域安全稳定相对来说对地缘的依靠度是下降的，所以就放开手来推进经济上面的一些事务，而且它的下降也代表日韩作为一个被美国绑定地缘杠杆的国家来说，它的地缘杠杆价值越高，那这个国家越惨。可是随着中国强大之后，日韩之间就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空间，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中日韩会议会在这边来做一些聚焦，而且它其实有谈成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李强直接提到，首先反对刑事保护主义，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其实大陆推并不是很在乎日本跟韩国对于大陆的经济有多少的直接帮助，是透过我在军事上兜底，政治上我采取一个收拾，透过经济的，那这我觉得他可以做。那另外他强调区域分工，一旦区域分工，日韩的自主性就会从美国变成倾向中国的一个生产线，代表他们的国策要发生重大。那再来培育创新的部分，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合作，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当诱人的，因为现在日韩都面临到一个科技迭代创新的瓶颈，所以要提非常时间。那谈这个事情就是要为中美的谈判做兜底。讲白了，在削减美国手上的筹码，因为过去日韩也是它的杠杆，虽然它杠杆的强度没有台湾来的好，所以我认为现在北京方面在针对华盛顿方面的回应的时候，它不是我只跟你谈桌上的东西，更多是桌面下的东西在进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多权出击。我想完全做好准备这件事情是在18年以来学到的一个教训，那疫情之后就已经做好要完全翻桌的准备，结果没想到桌子一翻，是美国先玩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要讲到彻底的谈妥，我不认为有这么的快，因为对美国来讲，它是完全没有杠杆跟筹码。
尤其重稀土99%在中国大陆手上，你怎么玩？笨蛋你是毒品最大市场，你有市场就有需求，唯一可以谈判是大豆，肯定是中国采购，但是美国你要拿什么出来换？那这个是对川普的痛点，因为整个川普的系统里面，他在农民方面是很重要的票仓，所以还是回到一个关键，就美国你能让多少嘛？继续这样玩，你能让多少？但美国手上什么牌可以用，就剩台湾牌吧。可是你看他空战之前，也许台湾牌还有一些操作空间，可是现实的是，你来硬的也没招，来软的也没招，你请问你那里要谈什么？